欢迎来到 Super ELS Station。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内心久久不能平静。4月6日，湖南张家界，4名来自不同地方的游客相约在天门山景区，在到达山顶处时，毫无预兆下先后翻越护栏跳崖，结果3人当下死亡，1人被及时阻拦后送医，却因跳崖前服用过量毒药，最终抢救无效身亡。他们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没有给自己留任何后路。这4名游客中，2人23岁，1人33岁，1人34岁，都是农村人，分别来自福建、河北、河南、四川。而事后经过调查，据现有资料推测，他们选择结束生命的理由纷纷指向贫穷的生活。我们没有经历他们的一生，没有资格评判他们选择的对错。今天十点君推送这篇文章，只是想聊聊，身为普通人的你，如果身处低谷，到底该怎么活下去？你经历过人生的至暗时刻吗？是怎么度过来的？最近演员张静初的名字再次出现在热搜，相较于之前的各种绯闻，这次她终于可以长长呼一口气。第一，法院宣判抖音账号知识快跑造谣张静初利用不正当男女关系获取工作机会为诽谤，他的诉讼获得胜利。第二，被美国电影学院导演系录取。张静初原本是个才华横溢的女演员，主演了包括《孔雀》《唐山大地震》《门徒》等一系列较好又卖座的电影，原本前途一片光明，却突然之间销声匿迹。原因便是各式各样的黄色谣言和网暴，铺天盖地不负责任的信息把张静初埋在了舆论的最底层。她不敢上网，那些锋利的言辞她根本不敢看第2遍，也不敢出门，害怕被人认出来后的指指点点，情绪崩溃到抑郁，对人性感到深深的绝望，人生可谓触底。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会无缘无故对另一个没见过面、完全不了解的人存在那么大的恶意。刚开始，他采用不回应来面对这些扔向自己的刀子，坚信清者自清。但这样做并没有让流言消退，反而变本加厉，如此整整10年。终于，他决定不忍了，要跟黄谣网暴正面硬刚。搜集证据，发起诉讼，跟人打官司。在消失的日子里，他一直在跟网暴缠斗，同时他也很努力地拉自己逃离命运的谷底，上编剧、导演课，旅行、瑜伽、徒步、游泳、读书、练字、静坐，多点事做就不至于溺死。好在正面抗击和好好生活都结出了果实，他的人生也终于可以往前推进了。看过张静初这一段人生经历，我的感受是，当他处于低谷时，展现出来的反而是强大的生命力，是耀眼的人生之光，可以给予更多人感动和力量。只有直视恶龙并与之战斗，才不会成为人生的逃兵。只有拼命带自己远离泥潭，才能不被负面情绪吞噬。你看，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人，人生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每个人都会遭遇自己的至暗时刻。如何度过自己的人生低谷，决定了后来人生的走向。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廖智永远忘不了这个时间。瞬间天崩地裂之后，经历了漫长的30个小时的黑暗后，廖智终于从废墟中被救了出来，而他的女儿和双腿却永远留在了那一天。这天之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舞者，拥有美满的家庭和热爱的事业，生活里仿佛没有什么难事能够难倒他。他还准备跟朋友开办一个舞蹈学校，帮助更多人实现舞蹈的梦想。但是这一天之后，这个梦想无法实现了，至少是暂时无法实现了。
她的人生仿佛被碾成一片废墟，随之而来的还有她跟丈夫婚姻的结束。她的人生仿佛到了某一种意义的归零，甚至成了负数。廖智描述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个不被爱的感觉，觉得可能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丈夫离开了，再加上腿又没有了，就会觉得很多人从心眼里面会觉得你站不起来了。我不想要这样被看待，你越没有被爱，你就越想证明自己。她开始重新学习走路，重新跟舞蹈链接，重新让自己的人生起色。廖智极少跟外人表露自己内心的悲怆，家人和他很默契的，谁都不提这段过往。直到有次没有人在的时候，他一个人在卫生间摔倒，怎么也爬不起来，头也摔了个大包，终于再也憋不住，嚎啕大哭起来。但是哭过之后，又自己挣扎着爬起来，之后他就把这个事情当成笑话讲给爸妈听。就当廖智自己都没有想过以后怎么办的时候，机会悄悄来了。有一次，一个编导突然问他想不想再跳舞。他正在筹备世界小姐重庆赛区比赛，他觉得廖智的故事很适合这个舞台。接到这个活的时候，廖智刚做完手术，爸爸劝他不要去了，你就剩一个膝盖头了，万一摔了怎么办？连膝盖都保不住了。但是廖智冥冥中觉得这是个机会，是一个可以拯救自己的时机。他开始了痛苦的排练，因为腿没有了，他只能跪着跳。刚做完手术的腿，伤口还没有愈合，每天排练完，伤口都是一包血水，疼得每晚睡下都是痛苦难耐。到了演出那天，等到廖智表演完，全场观众已经全都站立起来为他鼓掌，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经历这一次，他觉得自己又可以跳舞了，生活并不是没有了指望。所有的至暗时刻都是暂时的，没有逾越不了的高山，没有到来不了的明天。没有谁的人生一直居于顶端，或是永落低谷，必有曲折沉潜，最终守得光明。只要不被吹倒，只要保留有一丝气力，等到时机一到，就又能够迎着东风再次肆意生长。遇到人生低谷期该怎么度过？有个高赞答案，就像荒地里的野草，被千百般蹂躏践踏而不死，活着静待时机，他日重入战场。2022年热搜上突然冲上了一个词条，罗永浩被执行信息清零。今年3月31日，他的直播间成交一笔卫星订单。他自嘲道，等真还完债务的那天，自己也买个卫星，刻着《甄嬛传》送上天。到了现在，没有人再怀疑他能不能把这笔债还上。回想2019年，那是他人生的谷底时刻。年初，坚果手机运行困难，不得不变卖字节科技，背上6个亿的债务。年末，罗永浩刚刚发布创业电子烟项目，不到半小时，国家颁布电子烟网售禁令，全网嘲笑他是行业明灯，大家避之不及。老罗这么幽默的一个人，那段时间却抑郁到想自杀。其实这么一大笔债务，他原本是可以不用背的。公司倒闭，他可以申请破产，这笔债务就与他毫不相关。但他不愿意背着这一笔良心债，出于不愿意辜负投资人的信任，硬是把这一笔巨债扛了下来。后来我们也看到了，人到中年，作为老板，亲自上阵直播卖货，并在直播首秀交出亮眼的好成绩。仅仅一个晚上，涨粉215万，累计4800万人次观看，直播间交易1.1亿元。他开始频繁出现在各大综艺里，更拿自己开涮为了还债。2020年脱口秀大会上，他表示已经还完4个亿。原本计划5年还完的债务，现在预计3年就能还完。那些我们以为过不来的坎，后来证明都能挨过来。如果不是当初再坚持一下，你都不知道原来自己可以这么强大。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平顺的，那些站在舞台中央的人，无非都是独自一人走过夜路，在日复一日的错磨中坚持了下来。如何度过低谷，
没有太聪明的办法，不过都是靠着笨笨的苦熬，靠着一些满足和成就感，靠着一点一滴的进步喜悦，也能支撑着我们走得很远。这个世界总是不尽如人意，很多人很多事都过来难为你，但所幸总有小部分的美好会留住你。近日江苏常州，在家面馆里，有位年轻女子独自吃饭，她点了一瓶白酒，边喝边流下眼泪。老板娘觉得女孩可怜，就送了个菜给她，安慰了她几句，抱了她一下。女孩愣了下之后，反手抱住老板娘。尽管世间凉薄，总有人知你冷暖，懂你凉热。有位大爷在粉店徘徊许久，舍不得点单，旁边一位男子看到了，拉住正要离开的大爷，付钱给大爷来一碗粉。即使生活艰难，但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让我们觉得人间值得。诚然，不是每个人都是幸运的，如果你没有那么幸运，没有遇见心软的神，不妨试着做自己的啦啦队，给自己打劲。也许是前天工作有进步，内心升起小小的成就感，或是昨天帮助了别人，为自己感到自豪感，又兴许今天看了美丽的晚霞，发现人间真美好啊。放弃的理由也许有很多，但是让人坚持下来的理由一个就足够。就像罗翔老师说的那一句，请你务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千次万次，毫不犹豫地救自己于这世间水火。只要自己不放弃，眼前的黑不会永远黑下去。如果你正身处低谷，不妨做这几件小事。第一件，找朋友聊聊。一个人待着可能会陷入负面情绪的循环，多找不同的朋友聊聊，负面情绪就在倾诉的过程中被稀释了。第二件，给自己放一个假，给自己完整的时间跟自己好好相处，捋一捋连枝蔓绕的问题，找到问题的症结在哪里。第三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越是低谷，越是要把最平常的日子过好，才能有力气与生活对抗。写给幸福中有一句，挫折会来，也会过去，热泪会流下，也会收起。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气馁的，因为我有着长长的一生。无论眼前经历什么都会过去，乌云褪去的风景会很美好的。点个再看，再坚持一下，一定会有好事发生。